本期视频您将看到详际 S9 ADS 和特斯拉 FSD 的辅助驾驶对决，谁面对路边违停卡住不走，谁差点蹭上宝马还被问候，以及谁让快车道遛弯的三轮车和三大妈硬控。上次我们试了特斯拉、小米和理想的试驾，有兄弟就问了，那华为呢？这不今儿就来了吗？详际 S9，能力有限，咱就主打听劝啊。ADS 和 FSD 可以说是相当有代表性了。那咱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大家看一眼两车的版本号和相关设置啊。老规矩，咱们还是先走一段混乱的封闭道路。先看特斯拉，在这条混乱的封闭道路上啊，它也是试图向右并线，按照交规走自己该走的车道，但尝试失败啊。随后呢，开启老司机模式，直行车道丝滑右转，然后跨双黄线借道通过线宽门。美中不足的是啊，通过的略有顿挫，停顿一下，但是顺利通过。之后呢，面对被占用的右转车道，再次借用直行道，全程非常流畅。再来看详际 S9， 它一开始也尝试并入右转车道，尝试失败之后，并没有像特斯拉那样及时放弃，而是见缝插针，非变不可。奈何障碍车实在是太多了，一顿蛇形走位，最终也右转成功了。接下来面对逆向线宽门，详际 S9 来了手感，比特斯拉通过的更加顺滑，有一个绕行的动作，成功了嘿。接下来面对右转车道被占用的难题，详际 S9 不出所料，一直试图并进去，但出乎意料的是啊，这次它竟然卡住了，不动了。之后我们选择人工接管。然后咱们抓紧第二轮，一段10公里左右的城市通勤道路，还是先看特斯拉啊。出发之后，第一个右转弯上了一点小强度，有横穿自行车干扰。特斯拉并非完全静止停车等待啊，而是带着很低的速度等自行车完全通过，再顺势提速啊，这操作很拟人。之后特斯拉运气比较好，一路通畅。详际就没有这么好运了，第一个右转之后遇上一大波车流，起初啊是一直尝试向左并线，但无奈车多没能成功。可与此同时，他也没能跟上前车，反倒是有些降低了通行效率。随后他开始左突右并，推测应该是在寻找通行效率更高的车道，而且在距离右转仅剩400米的地方，竟然还选择并入最左车道，然后在最后250米处开始连续变道，从最左跨到了最右，也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。接下来的右转弯，两车表现相似，都是思索片刻，然后避开行人，成功右转。然后是一段直行道路，特斯拉表现的比较稳健啊，选好一条车道一直走。详际这边又出了新的状况，先是被一辆没素质的三大妈 cut in， 甚至被逼停到了隔壁车道啊，索性咱就换一个车道继续走不就得了啊？结果人家偏不，竟然又掰回来继续尾随。三大妈的慢大家有目共睹，城市拥堵的功勋章得有他们的一半。2个红绿灯过去了，车速愣是没上30，往右也可以并，他就选择一直跟着慢车。好不容易上桥之后，详际打算超车，结果没有注意到后方迅速逼近并抽头的宝马5系，逼得我们赶紧人工介入。我后边有车，同时也收获了来自宝马的亲切问候。下边的考点是大型十字路口左转，两车都能够轻松顺滑通过。接下来轮到特斯拉卡 bug 了，虽然导航还在播报限速70啊，限速监控限速70，但它的中控屏却把限速切换成了40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看素材不难推测，它应该是把4米限高牌误识别成了40限速牌啊，这叫一个地道。继续前行不久，根据路边的限速牌啊，又自行修改回来了。紧接着，一辆面包车坏在了十字路口中央，造成了一些交通异常。特斯拉也顺势借道了一下对面的待转期，丝滑应对。通过十字路口之后，车速依然是提不起来。原来是有一辆3轮车在自家客厅遛弯呢，还是地道。尽管右侧车道车流量并不算小，但特斯拉呢也能见缝插针，果断并线。接下来呢一路都比较顺利，大型十字路口可以轻松通过。之后对于车道的选择也能做到和驾驶员想法同步。这条车道偏慢啊，其实左侧车道。上坡往北3环方向。好了，走了，刚说话音未落，这也是一个时机啊，可以往左并，超越前方慢车。好，又是话音未落啊。再看详际 S9 这边，一路比较顺利。既没有误识别限速，面对路中央的坏车也能同样丝滑通过。两车很快来到了地狱难度关卡西直门立交桥。咱们接着看详际 S9， 出主路之后，面对3岔路，它有一点犹豫，也有一点画龙，但最后还是选择正确了。然后再下一个岔口，它还是稍有犹豫，但最后依然选择正确。他是选择正确，不过就是有点违绕。只不过由于贴右侧护栏过近，
我们出于不要出现车损的考虑，在想界 S9 自己调整方向盘的时候，胆儿小的选择了人工介入。下面来看特斯拉的表现啊，简单概括就是全程丝滑，无论是3岔路口还是2岔路口，它都能轻松搞定，不会出现犹豫和画龙。驾驶员也在车内啊反映体感舒适，非常的舒服啊，没有任何的顿挫感。最后一个难点是 U 型掉头弯，两车都能通过，想界还是有些犹豫。走啊！特斯拉就比较顺滑啊。但是掉头之后，两车都出现了压实线并线的情况，最后呢都能在较短的距离内连续并线到路边完成测试。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啊，特斯拉 FSD 这次表现得很棒，但 FSD 多次测下来啊，我觉得它很难评啊，一个词语概括啊就是割裂。它的优势是在较为混乱的情况下，对场景的理解很强，就比如开头的封闭路段。另外一个是啊，它的体感丝滑程度很棒，非常拟人。劣势呢就是对国内交通规则理解差。之前我们的测试中啊，多次出现违章、绿灯不走的情况啊，但这次还是真没出现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有时候会过度谨慎，尤其是面对行人的时候啊，前方的行人在没有意图穿行的情况下，他还是会不走。目前来看啊，它的长板很长啊，短板也很短。如果在之后的版本升级中，它能够快速补齐短板，那它会很强。然后咱们来说想界 S9啊，华为的 ADS 说是目前咱们能体验到的智驾当中能力最强的，应该是没毛病吧。各个方面比较均衡，但您也看到了，即便是最强，在细节方面它也不是那么的完美，和人家还有差距。所以啊，目前我们还是那句话，不用抗拒智驾，也不要神化智驾，适当开启，合理使用才是最合适的方法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里是老吴和老吕，下集咱们还是凡事特别多，不如飞个坡，下期见。